大家好，今晚我们来聊一个被误解了几千年的东西——《易经》。你一听这俩字，脑子里是不是马上蹦出算命、风水、江湖骗子？我跟你说，这本书跟算命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它是一部保命手册，是老祖宗用几千年的血泪教训浓缩出来的人性博弈学。你知道孔子晚年干了什么吗？他把《易经》翻来覆去的读，把串竹简的牛皮绳都翻断了好几次。孔子说，要是我早20年读懂这本书，这辈子能少犯多少错。你想想，千古圣人都说自己读晚了，这书里头藏着什么？我觉得孔子这句话其实戳中了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深的那根刺。你回头看看自己这些年，是不是总有一种感觉，拼了命赚钱，最后落一身病，对朋友掏心掏肺，换来的是背刺和算计？这不是你不够聪明，也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不懂规律。今天这期，我不讲那些听不懂的阴阳术语，我直接把《易经》的核心逻辑翻译成咱们家庭、生意、人际关系里能用的东西。听完这40分钟，你至少少走20年弯路。易经64卦，开篇第一卦，乾卦。乾代表天，代表纯阳，代表一个人从底层往上爬的全过程。它有6个阶段，对应人生6个关键节点。咱们一个一个拆。最底下那一爻，4个字：潜龙勿用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一条龙，但你现在趴在深渊里，时机没到，实力不够，你得把所有锋芒收起来。勿用，不是说你没用，是说现在不是你出手的时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和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处境一模一样？刚进公司，满脑子想法，恨不得第一天就改天换地。结果呢，你提的方案，领导觉得你异想天开，你表现出的才华，同事觉得你扎眼。越急着表现，越容易成出头鸟，第一个被干掉。我觉得这个阶段最难的不是忍，是你得说服自己，沉下去不丢人，把精力花在读书上，花在磨技能上，花在观察那些比你强的人怎么做事上，根扎得够深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冲上去。第2爻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你熬过了蛰伏期，才华藏不住了，浮出水面了。这时候易经告诉你4个字：利见大人。大人就是贵人。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有天花板的，你必须找到一个能赏识你、拉你一把的人。刘备要是没遇到诸葛亮，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卖草鞋的。说实话，如果是我会主动靠近那些格局比我大的人，但不是去拍马屁，是带着我能帮他解决问题的诚意去。这个分寸很重要。第3爻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你被贵人看中了，位置上去了，事业开始往上走，但这恰恰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。为什么？你不上不下，上面有领导盯着，下面有人嫉妒你，你就站在悬崖边上，一步踩空就完了。所以易经说，白天勤勤恳恳，晚上还得反省自己有没有犯错。这个阶段的核心就一个字：慎夹着尾巴做人，别飘。第4爻，或跃在渊，无咎。你积蓄够了，面前出现一个机会，跳还是不跳？可能是跳槽，可能是创业，可能是拿全部身家去赌一把。易经说，无咎。只要你前面3个阶段的功夫做足了，这一跳不会出事。这是在鼓励你准备充分的前提下，要敢冒险，别一辈子缩在舒适区里。第5爻，飞龙在天。你成了行业顶尖，公司高层，名利双收，所有人围着你转，说什么都有人听，做什么都能成。鲜花掌声应有尽有，
但我跟你说，这恰恰是整个乾卦里最危险的位置。你不信，你回头看看，身边有多少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板，在巅峰期突然一夜之间倾家荡产？为什么？答案在最后一爻。上九，亢龙有悔。这4个字是老祖宗留给所有成功者最狠的一记耳光。亢，就是飞得太高，冲得太猛。一条龙只知道往上飞，不知道停，最后一定会因为飞得太高，失去云雨的依托，摔得粉身碎骨，物极必反。这是宇宙铁律。你的事业到了顶点，下坡路就已经在前面等着了。可人性的弱点是什么？当你处在飞龙在天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你会把时代红利、运气加持全归功于自己的本事。野心开始膨胀，明明够花几辈子了，看别人赚得更多，心里不甘。稳健的生意非要加杠杆跨界，能全身而退的位置非要去争更大的权。我给你讲个人，秦朝宰相李斯帮秦始皇统一6国，位极人臣。如果他在巅峰时收手回家，那是千古名相。但他贪恋权位，秦始皇死后跟赵高同流合污，篡改遗诏，结果呢，腰斩于咸阳，满门抄斩。临死前他跟儿子说，真想再牵着黄狗去老家东门打猎啊。我觉得这个人聪明了一辈子，最后就毁在一个贪字上。你再看看今天那些商业巨头，公司都上市了，利润很可观了，非要举债扩张，涉足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。市场一变，资金链断裂，前半生白干，还背上几辈子的债。那些深夜里被列为失信人的昔日富豪，品尝的不就是亢龙有悔这4个字的苦吗？所以《易经》给我们的第一道保命术，知止。到了一定高度，别追求100分的圆满，天道既满，十全十美在《易经》里不存在。一旦满了，立刻走向残缺。最高级的智慧不是继续冲，是见好就收，把高风险资产变现，守住80%胜利果实，带着家人全身而退，你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好，很多人确实做到了收手，大量现金存着，不乱投资，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接下来这段话你必须听进去。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家庭突然暴富，拆迁也好，中彩票也好，不出3年家里必出大事？不是有人得绝症，就是出了个败家子，财富没带来幸福，反而成了催命符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要解开这个诅咒，我们得翻开《易经》第2卦坤卦。坤代表地，代表承载。坤卦里有一句所有中国人都听过的话，厚德载物，但99%的人没真正读懂它。这4个字不是道德口号，是宇宙间最冷酷的能量守恒定律。什么是物？不只是钱，还有权力、名声、地位。什么是德？也不只是做好人、做善事。在易经的维度里，德是你的认知格局、心胸容量、抗压能力，以及你对社会创造的真实价值。你的德行就像一张桌子，你的财富就是压在桌上的重物。桌子能承受多少重量，有严格的物理规律。如果你这张桌子是上等紫檀做的，4条腿粗壮结实，上面放1吨黄金，稳稳当当，这叫德配其位。但如果你的桌子是几块朽木拼的，认知狭隘，心里全是算计，对社会没创造什么价值，这时候老天爷突然给你砸下一笔巨款，1吨黄金压在朽木桌上，结果是什么？不需要任何外力，桌子瞬间粉碎，黄金塌下来，把你和家人活活砸死。这就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能量必须守恒。当你获取了远超自身德行容量的财富，宇宙系统会自动启动平衡机制，
用极其暴烈的方式把多余的能量抽走。怎么抽？剥夺你的健康，让你得重病；剥夺你的理智，让你迷上赌博或被骗，甚至通过你最疼爱的亲人来平衡。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所有父母心惊的问题：我们的孩子，你拼了大半辈子，舍不得吃穿，全款给孩子买房买车，留几百万存款。你以为这是最深的爱，以为有了钱孩子就不会吃苦，但你用厚德载物想一想，你给孩子留了巨额的物，可你给他培养了相匹配的德吗？从小在温室里长大，没经历过社会毒打，没感受过赚钱的艰辛，心力脆弱，格局狭小。他那张桌子是玻璃做的，你把一辈子的财富交到他手里，这哪是留后路，这是递刀子。他驾驭不了这些钱，钱就会反噬他，挥霍，狐朋狗友，一步步走向毁灭。古人说得很，一字黄金满飞，不如一经，留给子孙万贯家财。如果他没有相应的德行，这些钱就是催命符。所以易经第二道防身术，后其德，以在其物。财富越多，你每天该想的不是怎么赚更多，是怎么加厚你那张桌子的腿。做慈善，回馈社会，修身养性，扩大格局。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必须狠下心，停止无底线的物质供给，逼他去吃苦，去经历挫折，去长出坚韧的品格。只有当你和子孙的德行厚重到能承载那些财富，钱才是福，不是炸弹。到这里，我们通过乾卦学会了知进退以避灾，通过坤卦学会了厚德以守财。按理说，做到这2点，下半场应该稳了吧？如果你这么想，你就太低估人性的险恶了。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攀比和嫉妒的社会里，你事业有成，家底丰厚，就算你知道收手，就算你到处捐款，在别人眼里，你依然是一块肥肉。有时候别人恨你，不需要你做错任何事，仅仅因为你过得比他好。这种暗处的嫉妒，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毒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他们会使绊子、造谣联合起来把你拉下去。面对这种人性的天罗地网，我们怎么办？易经有没有一道终极防御？有，在64卦384爻里，几乎每一卦都吉凶参半，唯独一个卦打破了这个规律，6爻皆吉。无论你处在哪个阶段，无论你怎么走，它都保你平安。这个卦就是谦卦。第15卦，地山谦。我来拆解一下这个卦象。上面是坤，代表大地、平原；下面是艮，代表高山。高山藏在大地之下，你闭眼想象一下，一座巍峨的大山，本该高耸入云，受万物仰望，但它甘愿把自己埋在平坦的土地之下，表面看过去只是一片普通的土地，谁也不知道底下藏着一座能撼动天地的飓风。这是多么深不可测的生存智慧！很多人误解谦虚，以为谦虚就是软弱、没本事。错了。易经里的谦，前提是你必须是一座山，你有实力、有财富、有才华，然后你主动选择把这座山藏起来。这是战略防御，是看透人性之后的终极伪装。为什么老天偏爱谦虚的人？易经里有一句话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翻译过来，天的规律是削平高处，填补低处；地的规律是让水从高处流向洼地；鬼神的规律是降祸给骄傲的人，赐福给谦卑的人；人的规律是厌恶狂妄，亲近低调。当你把身段放到最低，把财富锋芒藏得严严实实，你就顺应了天道、地道、鬼神之道、人道。你把自己放在了洼地，那些射向你的嫉妒之箭，因为找不到高处的靶子，只能无力坠落。
具体怎么用？你赚了大钱，第一件事藏起来，出门穿普通衣服，开不起眼的车，在亲戚朋友面前绝口不提利润，反而主动抱怨环境差，生意难做，压力大，负债多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启动牵挂的防御结界。当你主动展现难处，把自己放在比别人还卑微的位置上，别人准备射向你的嫉妒之箭瞬间消失，他们心里会产生平衡感，甚至反过来同情你。你的财富在这层伪装下得到了最安全的保护，关起门来享受高质量生活，出门披着普通人的外衣。这就是地山签的真实应用，把金山藏在黄土之下，没人觊觎你的宝藏。职场上也一样，你带团队拿下大项目，取得了重要地位，这时候你就是靶子。如果你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，觉得自己不可替代，上司忌惮你，同事孤立你，对手盯着你，你就成了亢龙。而懂牵挂的人怎么做？取得成功那一刻，立刻低头，公开场合把功劳推给领导的决策、团队的付出、时代的机遇，真诚地说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小事。你把荣耀散出去，就化解了嫉妒风暴。领导觉得你懂感恩没野心，更信任你；团队觉得你心胸宽广，更死心塌地跟你。你让出了表面的名，稳稳收获了实在的权和人心。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。你越谦卑，形象越光辉，地位越不可动摇。好，到这里我们有了3件法宝：知进退以避灾，厚德以守财，守谦卑以保命。有了这3样，你的抗风险能力已经很强了。但我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顺风顺水走到这一步。我们中间很多人，此刻可能正在人生最黑暗的谷底。也许你曾经辉煌过，一次投资失败，倾家荡产；也许你被最信任的合伙人背叛，江山拱手让人；也许你被重病击倒，觉得未来一片灰暗。在这些至暗时刻，所有的防御术都显得苍白。我们该怎么从痛苦和内耗中走出来？易经有没有一剂治愈灵魂的解药？有，而且答案就藏在易这个字本身里。易包含3层含义：简易、变易、不易。这3把钥匙打开了宇宙运行的底层逻辑，也解开了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。第一，简易。最高深的真理往往最简单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春种秋收，寒来暑往，大道至简。是我们自己的贪婪和过度思考，把简单的生活搞复杂了。当你陷入绝境，不要去找什么奇谋妙计，回归最简单的状态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保重身体，这就是你最稳固的基本盘。第二，变易。这是整部易经的灵魂，也是治愈痛苦的最强武器。变易告诉我们，宇宙间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在变。财富会聚散，权力会更迭，感情会淡漠，生命会衰老。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。太卦走到尽头，必然是否卦；否卦走到极点，也必然迎来太卦。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。我们为什么痛苦？因为我们违背了变异的规律。我们妄图抓住注定会流失的东西，执着于过去的辉煌，无法接受现在的落魄；执着于曾经的财富，无法面对现在的贫穷；执着于别人的山盟海誓，无法释怀现在的背叛。我们用尽全力想让时间停在最得意的那一刻，就像站在洪流面前伸开双臂想挡住江水，不仅徒劳，还会被冲得遍体鳞伤。当你真正读懂变异，你会迎来一次灵魂觉醒。你会明白，你的破产，你遭遇的背叛，你失去的地位，不是老天在针对你，只是你的人生卦象在进行一次必然的流转。就像一年有4季，你的生命也必然经历繁花似锦的夏天
和万物凋零的寒冬。如果你在人生的冬天里还穿着夏天的短袖硬扛，还抱怨为什么没有阳光，你只会被冻死。面对低谷，最高级的活法不是死磕，不是抱怨，是顺应天时。易经里反复强调的核心思想，时与位，在合适的时间，处在合适的位置，做合适的事。当你处于低谷，处于减卦或困卦的时候，老天在告诉你，你的冬天到了。这时候不要四处借钱强行创业，不要到处求人试图翻盘。冬天播种，种子只会冻死，你越折腾，亏得越惨。人生的冬天里，易经教你一个字，藏，像冬眠的动物一样，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，关掉亏损的店，切断无效社交，远离消耗你的烂人烂事，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，读书、锻炼，提升认知和技能。这不是认输，这是顺应天道的蛰伏。你在寒冬里的每一次隐忍，每一次学习，都在为下一个春天积蓄破土而出的能量。只要你活着，只要你没被绝望压垮，当卦象再次流转，当你的复卦到来，积蓄的能量会在瞬间爆发，带你重新站上巅峰。第三，不易。万事万物都在变，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变。天道运行的规律本身，因果循环的法则永远不会改变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厚德必定载物，亢龙必然有悔。这些底层逻辑，无论社会怎么发展，哪怕再过10000年，也不会变。这给了我们一个最坚实的精神寄托，只要你敬畏规律，只要你坚守厚德载物，谦卑低调，知足知止的底线，你就拿到了宇宙中最稳定的保险单。外界风雨再大，寒冬再冷，也动摇不了你内心的安宁，因为你知道，你做的一切都顺应天道。你不再追求短暂危险的暴富，不再渴望虚无缥缈的虚名，只求在规律的指引下，过好每一个当下，护佑家人平安。说实话，如果是我，走到今天这个年纪，回头看着大半辈子，为了碎银几两，为了一点可怜的面子，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拼得头破血流，狂妄过，贪婪过，也绝望过。今天在深夜里把这部易经的智慧讲完，我希望你的内心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洗涤。放下那些纠缠你的执念吧，放过那个背叛你的合伙人，他的恶行自有天道去惩罚。放过那个投资失败的自己，那只是生命卦象中一次必须经历的劫。原谅这大半生所有的遗憾、不甘和愤怒，因为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后半辈子，我们不再拿拼杀的兵法去对抗世界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不求名满天下，只求洞悉天地间进退盈亏的天机，顺应自然法则的流转。繁华时懂得抽身，低谷时懂得蛰伏，用一颗敬畏和谦卑的心，守护好不容易积累的福报和家庭。今晚40分钟，我们从乾卦的亢龙有悔，讲到坤卦的厚德载物，从谦卦的终极防御，讲到变异与不易的人生哲理。这不只是在解读一本古书，更是为我们每一个阅历丰富的人做一次灵魂深处的重新校准。如果你觉得今晚的内容让你有所顿悟，让你心里那个一直解不开的结稍微松动了一点，请你在评论区留下4个字：顺应天机。这不只是对这部千古奇书的敬意，更是你给自己后半生定下的一个承诺。长夜漫漫，感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旅程，希望易经的智慧能化作你人生下半场最坚固的铠甲。今晚彻底卸下防备和疲惫，心如止水，睡个好觉，我们下期见。